你呀，真是头倔驴。吴东胜吴老板是吧？你是？啊，我叫陈小山，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吧？是，但是还不完善。单兵外骨骼装甲，看起来还不错。如果能换成碳纤维材质的，应该会大大减轻它的重量。行家呀，看来你不是来买东西的。我们公司正在研发单兵外骨骼装甲，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你的视频，所以冒昧前来打扰。在想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合作，我可以帮你完善这套设备。你们公司？君梦集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合作的方式和细节。还有，这位大叔说的对，你把店盘出去吧，你这样干下去得赔死。外面一整条街卖的都是农副产品，谁会来你这儿买户外用品呢？那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我还会再来的。东升，你别听见风就是雨啊！现在社会上骗子可多了，你那点复原费可得看紧喽。索副理长，我希望您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些资料跟方案。根据这套方案来布置无人机打击靶场，我认为完全可行。曾慕涵同志啊，咱们不能好高骛远呐。这种新型的无人机目前还没配发部队，你先研究研究可以，但是集训的重点还是要先掌握咱们已经有的侦察无人机，好吧？来，先坐。再说，这么短的时间，我敢让你们实弹射击吗？报告副旅长，当年抗美援朝，我军的飞行员可是训练几天就跟美军在空中拼刺刀了。那是战争年代，现在不行了。好，今天就到这儿啊。你这还赖上我了是吧？那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你，你就不走了呗？啊？报告。哎，郭子健，你来的正好。副旅长，我是来跟您汇报新装备的。这个不着急，我问你，无人机区队的训练方案你看了吗？看了，他们所有的保障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可是他们现在要求在这期间搞无人机实弹射击，而且还要设置一个射击靶场，是吧？是。明白，我马上回去研究落实。谁让你落实了？这根本就不可行。也不是完全不可行。怎么可行？能的你。是。这样吧，你们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啊，以后再说。好，哎，我是索建安，通知我已经接到了。好。不愧是理工硕士，资料做得很详实啊。那这个科目应该能成吧？不能。为什么呀？原因，索副旅长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让咱们两个回来先自己研究，听他那个意思，应该有商量的余地啊。很抱歉，我无能为力。郭队长，说实话，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传闻，可就是因为上次演习的事儿，我心里一直相信你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哗众取宠的人。但现在我觉得，我可能看错人了。
还是说就是因为受了几次处分，你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抱歉耽误了郭队长宝贵的时间。这情商，还不如我呢。都轻一点啊，别把东西磕坏了。慢点。哎，这边。李颂文，到。左副队长，干什么呢？是郭队长与地方军工厂家联系的训练器材，什么器材？有无人机，还有一些最先进的电子训练设备，反正挺多的。郭子健人呢？他们在上面跟许处长准备签协议呢。行，你先忙吧。是。郭子健这么卖力，我看这小子是卯足了劲儿要在集训队搏个一席之位的。紧把手，轻一点，轻一点啊！真是没想到啊，陈总会这么年轻。现在真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你看这次，多亏了陈总帮我们联系了那么多先进的装备，连察打一体无人机都带过来了啊！感谢。首长过奖了，我是晚辈，以后叫我小山就可以了。我也就是做了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能和最可爱的人合作，是我司的荣幸。好，但你不许谦虚啊，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叫“哦有给”，奥利给。首长真幽默。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子健，到。你好好陪陪小山，你是保障队长，保障的质量可以高点。明白，处长放心。你们年轻人多聊会儿啊。是。怎么样，哥？没给你丢人吧？还不错，继续保持。还有啊，我们俩的关系千万明白，我们两个关系要保密。所以打算怎么谢我呀？晚上给你加个鸡腿。就一个鸡腿啊？刚刚说了提高质量。那你还想要什么？想打枪，手枪、步枪、机枪，我都想打。你想得美。某人吴东胜的消息是不想了解了。他怎么样了？行，等下回部队打靶的时候你再来，我带你打2发，让你试试，行吗？那你们这个侦察班班长可不好搞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他骗到君梦集团来上班的，为了免费能给他装上义肢，还不透露我们的关系。我那故事编的呀，我应该去当编剧。这个吴东胜很有天赋，能把他拉过去是你们公司的福气。他装上这个有什么不适应吗？说实话，虽然这已经是最新型的智能义肢了，但是磨破皮肤和残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跟他同期装上的人都在那吱啊乱叫，他一声都没吭过。哥，你们当兵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能忍啊？这就叫钢铁般的意志。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别亏了他。当然，他都这样了，上次踢锅的时候他还挺身而出，这人照定。是啊，比你厉害呢。走吧。哎，梁参谋，去哪儿啊？郭营长，我找一下许处长。处长刚走。对了，上回那个帖子的事情，谢谢你。什么帖子？就是那个战力分析，要不是你……哦，没关系，那篇战力就是为了分享和交流，不是因为你。
但还是得谢谢你。以后有用得着我郭子健的地方，尽管开口。谁呀？别瞎想啊，同事而已。不说就不说嘛。哎，看上去好高冷啊，你搞不定吧？怎么那么八卦？报告，进来。副旅长，404旅的龙旅长给我打电话，说按照计划，他要过来给集训队讲课，问行程怎么安排。这许处长去西塘军了，所以我过来。这事我知道了，你不用操心了，我会安排人接洽的，你不用管了。龙旅长他好，就这样吧。啊。喂，啊，我正在赶。哎，好，马上啊。红蓝对抗，竟然一直会是我们训练场上不可避免的冤家巨头。那我希望这种冤家巨头一定是充满未知、充满变数。但是这种未知和变数，很显然，在我们未来的演兵场上，只有心智作战力量的运用，才能使其焕发出像万花筒一样的奇妙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同志们，你们就是这种未知和变数的执牛耳之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真不愧是蓝军指挥员呐，这课讲的呱呱叫。行了，别跟我这儿酸不溜秋的。哎，你们那个郭子健怎么回事啊？太不够意思了！我今天可是点了名让他接驾的，不听课也就算了，怎么到现在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啊？郭子健现在是集训队的保障队长，那成天忙的脚打后脑勺。儿子们，你跟他有交情啊？在战场上2次差点端了我的老窝，这交情能浅了吗？不过我说老索，这么个军事人才，你们要是不爱惜啊，干脆让给我404旅得了。你不用人家就算了，还给人家安一个什么保障队长，这不恶心人吗？我说你这话说的不像一旅之长说的话，这事儿我说了算呐，那是旅党委一致决定的。好，你别把旅党委抬出来啊！我知道你老索啊喜欢听话的、乖巧的、稳当的。行，我不干涉，好吧？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告诉你，我要把他给了你，你就笑不出来了。真的。可惜啊，人家认准了我是个对手，宁可在你这儿当条毛毛虫，也不愿意去我那儿叱咤风云。行了，留着你这保战队长好好用吧。走了，辛苦了，龙旅长。龙旅长，你小子干什么去了？你送盒饭吗？怎么？保障队长当山瘾了，准备一直送盒饭啊？您找我肯定有什么指示，您说吧。郭子健，你在396旅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一点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树挪死，人挪活，你要想东山再起的话，赶紧离开396旅，到我这儿来。只要你点个头，一切手续我替你办。龙旅长，谢谢您这么器重我。答应了。这几个跟头，实实在在说的有点疼。但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就对不起那些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是，你这么做是有情有义。但是我也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要站起来，光有骨气和本事那是不够的，
你得有机会和平台。你这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才华，你知道吗？你会离陆军的发展方向越来越远的。等有一天你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没劲儿了。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的。您知道当保障队长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消息灵通。集团军包括战区陆军对这次集训队的最后落地正在商讨方案。按惯例，以前是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但这一次是新智力量的骨干集训，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跟以前肯定不一样。行，你小子确实是消息灵通啊。没错，战区陆军正准备以这次集训试点为基础，打造一个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单位，营级规模。但是合成方式、兵种搭配和人员组成，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不少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虽然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次非常大的机会。只要你来我404旅，我有把握让你进入这支合成营。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是以现在的身份去竞争。对不起，龙旅长，我不能答应你。看来你早就想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做保障队长，也要进集训队的原因。有骨气，算我没看错你。但是有一点啊，我实在是不明白啊。索建安都已经把你摁在地上，恨不得把你的脸当拖把使，你干嘛非得赖在396旅不肯走啊？索副旅长没有把我摁在地上，是我自己摔倒，不怪任何人。行啊，到底还是没有把你拿下。我不抢人所难了。还是那句话，404旅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这次我到战区陆军开会，带回来一些资料，非常有价值，看看。首长说好，那肯定好啊。咱们这个集训队就像养在深闺中的闺女，一旦被人发现了，前来求婚的人络绎不绝啊，把门槛都踢破了。都是聪明人，谁还闻不见这里面的味道啊？不瞒您说，现在找我求情、办到想进集训队的人多了去了。这说明新制作战力量对于陆军未来走向的引领作用已经引起了大家足够的关注。中国陆军伴随综合军力的提升，既要飞又要跳，既能日行千里，又能实现多域立体攻防。说起来是几个关键词，但真要做起来，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好守穷经啊。嗨，好守穷经算什么呀？头发秃了也值得。首长，关于集训队最后的合成问题，我们有个想法，您给把把关。打擂要比武了，是，这是给将来的新制作战力量合成营寻找领头人。是这个意思。我们准备在集训队内广发招贤令，只要有想法的都可以自由组队报名参加。你们这个招贤令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看计划可行。你们报请集团军首长得到批示之后，可以试试。是。臭小子，高兴了吧？这次招贤令怎么看，都是想给你量身定做的。报告，首长，你千万别这么说，集团军的能人多的是。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行了，坐吧。是。我说真的，首长，在新制作战力量这一块儿，我还有一定的差距。通知精神没学透。这次选贤任能，那是给未来选的。你想想看，如果选的人都是已经无所不能了，那还有什么好选的？首长，我不太明白。我和许处长沟通过，这次团队对抗主要是模拟对抗，重点是团队的合作意识。至于新制作战力量的战场运用，目前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不是实战操作。
明白了。但恰恰是理念层面，对你们这些团队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呐。一，要理念必须领先；二，战法要前沿；三，力量的合成使用必须要适应未来的战场。你说的对，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以说，你们这些优秀的营长就有机会了。那依您的意见，我的团队应该怎么打造？第一，要熟悉，熟悉才顺手。第二，要有合作基础，这样才能避免内卷。第三，技能、智能都要最前沿的。集训队里边有能用的人吗？咱们集训队啊，虽然说都是各路的精英，但是主要是集中时间短。我们训练的科目又多，这样反而影响了专业。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大家的工作方式、思维惯性以及过去的原单位痕迹，都会成为我们合作的钉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卷。明白了，我们营本身在特战化上就有基础，而且这2年和电抗、远火、陆航等各兵种都有过合练，我有信心。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记住，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将我们396旅的脸面给我挣回来。是，保证完成任务。你是集团军连续2年的标兵营长，也是这次集训唯一的在职合成营长。在这次对抗里头，你的表现得到了所有集团军领导的一致赞许。虽然说郭子健差一点斩首成功，但是毕竟差这一步。从这点上说，你比他的表现更优秀，影响更大。说到郭子健，我听说他也要报名。以他的个性，你觉得他会放过这次机会吗？怎么，有压力啊？你看，我像有压力的样子吗？不过说实话，首长，听说他要报名，我很兴奋。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把他打趴下。好，我告诉你，在我心里，你和郭子健不用比武，高下立判，不用把他放在心上，多花点功夫想一想，你到底还有什么短板弱项？是。杨子，听说这次招贤榜郭子健也接了。你都是从哪儿听说的这些消息啊？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不过我今天才明白，你当时说那什么“能有一席之地就是机会”是个什么意思了。杨才，你是不是早就明白郭子健的意图了？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一直都在保障队里搬白菜的。他是在等待一个契机。现在契机出现了，就一定会抓住不放的。你这么一说，怎么有种王者归来的感觉啊？杨才，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因为郭子健才推迟去北京报名参加集训队的？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行，没关系。那你分析分析，他这次会跟谁一起组队？如果他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的话，那他一定会集齐集训队里最优秀的人。那他会不会邀请我们？那就要看他的眼光了。我觉得他一定会的。新制作战力量，健康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还有谁比咱俩厉害的？你怎么
这么兴奋啊？那当然，你没发现吗？有郭子健在的地方，就一定有惊喜。啊，我的常见如虹组合就要横空出世了。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以他现在这个情况，战队组建不组建得起来还是一个问题。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参营长一直憋着劲儿，哼！把你们找来，就是希望能跟你们一起组成战队。但你们要是有更好的选择，我也不勉强。队长，你这说的什么话？今天这个队伍里要是没有我的名额，我跟你说，我就赖这不走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李松蔚，到。林虎，哎，到。你们最近跟着我在保障队，耽误了不少时间，这几天要加班加点，把落下的功课尽快补上。放心吧，营长，保证完成任务。哎，营长，光我们几个缺点人手吧？哎，咱是不是能把那个曾慕涵一块拉进来？别看他平常不太爱说话，还有点傲，但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个牛人。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可以随时用于实弹射击练习。可你之前不是说这些事少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前连察打无人机都没有，实在是无能为力。郭队长，之前是我太急于求成，我说话太冲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那些无人机也是你弄来的。我申请加入你的战队。我这可不是为了收买你啊！我也不是为你收买了。我加入你的战队，是因为经过这次和上次演习的事以后，我越来越相信你能赢。不，是我们能赢。梁灿，招生榜报名2天了，郭子琪来找过你吗？没有，事实证明他的眼光并不怎么样。梁参谋，哎，来了，是我曹到。郭队长你好，洪班长、梁参谋，你们好。郭队长你好啊，有什么事儿吗？长话短说，我已经报名参加合成营招贤擂台赛。现在林虎、李松伟、东方晴天、杨茂林还有曾慕涵已经同意加入我的战队。哦，那恭喜你啊，郭队长，我看看。谢谢。不过我现在还缺一位高参，还有电抗专家，所以正式向2位发出邀请，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的战队。没问题，郭队长，我们很开心。谢谢郭队长的邀请，但是呢，这2天邀请我们的队伍已经有好几个了，我还需要全面的评估一下每个队伍的特点，再决定是否接受你的邀请。梁参谋，我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你见过他们的能力。如果2位能够加入，我不敢保证夺冠，但是前3甲不在话下。当然，这个荣誉对你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对我来说是雪中送炭。你尽管考虑，我等你消息。梁灿，你为什么不答应他？理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而且我也没有不答应，我只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闹情绪啊？我为什么要闹情绪？因为他最后才来找咱们。梁灿，队长，解民动了。哦。特战训练的城市攻防需要个模拟点，到时候我跟王队长说一下，在外墙加一些攀爬点，作为训练场还是不错的。太好了，谢谢队长。最近特战学院给你们安排了不少课程，那些教学哪怕是生吞也得咽下去。明白，放心吧。好，我先走了。啊，队长，你去哪儿？三顾茅庐。啊？请进。
郭队长，这是什么？看看。原本我的目标是前3甲，现在从他们的成绩来看，夺冠是完全有可能的。杨参谋，考虑的怎么样了？没关系，还有时间，你接着考虑。这个位置不会留给别人，你是唯一的选择。郭子健，我可以加入你，但是不是为了给你雪中送炭。我想要亲身体验心智作战力量在实战中的表现究竟如何。你的选择不会错的。望远呐，这次擂台赛，我看你就别参加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啊？你有这个热情，我很高兴。我建议啊，你把精力啊放在自己本职工作上，把作战和训练水平提高了，我看比什么都强。机会有好多的是啊！先吃饭吧。我知道，你也是为我着想，也害怕我这万一被淘汰了，脸上挂不住，对吧？你要是真的这么想，那我也承认。但是我听说郭子健也报名了，这2天到处拉人组队，甚至把梁红博士也吸收进去了。没错，我看他们几个积极性很高，训练也非常刻苦，看样子是想借这个机会打个翻身仗。但是有姜胜强他们几个在，这临时凑的班子未必有机会。这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总觉得这郭子健参加比武这事儿，他本身啊就不太妥。我说望远呐，把个人成见放一放，这一码归一码嘛。这次是面向全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是吧？招贤纳士。别说他是保障队队长了，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车队司机，啊，炊事班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不拘一格叫人才嘛。是，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但毕竟他身上还是背着处分的人啊。别老盯着郭子健，格局大一点儿，好不好？事实都证明了，之前那些事儿跟他没有太大关系。您说的对，这提饭锅的事儿，我们确实冤枉他了，那锅就该提。但我挨打的事儿，总不能也是活该吧？是，虽然动手的不是他，但毕竟是他手下的兵，他不但没管教好他的兵，甚至还试图包庇，不然干嘛也给他警告处分呢？对吗？这才刚过几天，他就带队比武，这万一还让他拿个名次，那是不是等于变相告诉大家一个信息？业务水平啊，是可以凌驾于军规军纪之上的。你犯了错没关系，只要你业务水平过硬，所有的污点就都可以被抹掉，是这样吗？不是吧？这招贤榜，招贤榜，首先你得贤吧？我所理解的贤，是德才兼备。他郭子健是有些歪才，这个我也认。但是思想品德这一块呢，是不是还有待考察？索副旅长，您真别觉得呀，我对他是个人成见，真不是。
我这也是担心别的指战员会对他有意见。您说呢？本来让这个郭子健当这个保障队的队长，就是法外开恩了。我相信这些日子，他应该有收获。只是，是不是让他参加这次招前比武，咱们党委还是要慎重啊。不，我不是针对他啊，只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太敏感了，我怕有争议啊。老所，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本着以培养打仗的人才、使用打仗的人才来看待郭子健。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我们就畏手畏脚，不敢大胆选拔人才，把一个优秀青年军官的前途给堵死，那对郭子健是不是不公平？不是政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让他缓一缓，学会顾全大局。我相信以后这样的机会多了。再说，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看他能不能沉得住气，真正的解决他自身的问题。你想想看，如果这次比武他要是赢了，啊，会掩盖掉很多他身上的毛病啊，不利于他成长。队长，来口水。你们听说了吗？这次招贤比武啊，名次都定好了。别胡说八道，我咋不知道？哎，我跟你们说，我听说咱们这次比武就是给郭子健量身定制的。这种屁话你也信？这郭子健有这么大面子吗？光光盛大的办一个比武，就是为了捧他郭子健？怎么可能？反正呀，名声不浅了。队长，别那么胡咧咧，瞎胡说。没事，接着来。退出？是。你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啊！招贤比武容不得半点虚假。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你尽管放手去看就行了。是我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真的不是最好的时机。你要想清楚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军旅生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一步没走好，可能后面就跟不上了。我明白。我已经跌到底了，也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我不想因为我，让一场光明正大的较量变了味儿。您放心，我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站起来，让所有人闭嘴。自己的方式？什么方式？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他真这么说啊？可不是嘛！在我看来，这倒不是一件坏事。宁军。我最近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啊，说是你们招贤比武已经内定冠军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无聊不无聊？首长，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哎，郭子健临阵退出，在我看来倒不是退缩，这说明他知道敬畏了，知道替人考虑了，这是对事业最起码的尊重，也是对个人最负责任的衡量。首长，我看这小子不是说心里没打算，他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不知道心里憋着什么劲儿呢。好啊，那咱们拭目以待啊。哎，丁军，你的这个招贤榜现在是反应非常强烈啊，连陆军机关都知道了。所以无论如何要组织好这次擂台赛，赛出真正的水平，选出真正的人才。请首长放心。哎，喝点水。好。
郭子健，干嘛呀？听说你退出招贤比武了。对保障队离不了人，还是在这儿待得踏实。是吗？几句闲话就被你干翻了，就这点出息？嗯。不过对于你来说也好，知道要脸了。谢谢夸奖。哼，郭子健，算个男人吗？李松伟、林一虎，人家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说了要跳就要跳的，亏着我还把你当对手，你配吗？骂完没有？我那儿一堆事儿呢，一堆事儿给我等着。说实话，这次招贤比武，你是我唯一想要遇到的对手。谢谢千人长这么看得起我，我给你机会，只要你能夺冠。什么意思？自己体会。目前这种舆论环境，我不适合继续参加擂台赛，但我不会退出。在擂台结果公布以后，我会选择挑战冠军队。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拖累大家，所以你们现在退出战队还来得及，加入其他战队，即便拿不到冠军，还有机会可以争夺第2、第3名，这也是了不起的荣誉了。但如果选择继续跟我一起，会有很多未知的风险存在。冠军队不一定会接受我的挑战，即便接受了，我也不能保证100%就能赢。一旦输了，那连争夺第2、第3名的机会就都没有了。所以，决定权在各位自己手里。队长，没什么好考虑的，我跟你到底，挑战冠军队，过瘾。那还说什么？不便宜的嘛，推你到底。我也是，我可不会屈就于别的队伍。队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对，我们也是。对，不抛弃，不放弃。没错，说得好。梁赞，郭子健就是个赌徒。不过根据我的数据分析，我决定把筹码压在你这儿。刚才说的多好，鼓掌啊！好，进来。坐。是。部长，这是打猎的结果，您看一下。哦，出来了。特战旅3营，396旅2营，旗鼓相当嘛。这是新科目，但在传统科目的对抗上，江胜强明显胜出。论综合实力，江胜强的团队更胜一筹。是这样。对于这个江胜强，总觉得差点什么。是灵感还是悟性？是对战场的感知，还是作为一个战术指挥员的临场决断？说不清楚。你觉得呢？我觉得好像都有点儿，但在打猎的成绩上看，他确实是领先的。对。对于这个成绩，集团军其他领导什么意见？首长们的总体意思是，最好把前几名的团队合并成一个团队，强强联合。明白了。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报告首长，军长请您去他办公室。知道了。首长，看来这事儿闹得动静挺大呀，上面都惊动了。
走吧。哈哈哈哈哈！生强，我真为你高兴啊！谢谢首长。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看好你吗？因为跟郭子健比，更踏实，也更勤奋，做事呢沉稳，又爱钻研，最重要的是大局观强啊！首长，您就别夸我了，之前我连主攻营的位子都没能保住。那有什么关系啊？作为一个指挥员，不怕失败，可贵的是要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成长。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潜质。说实话，郭子健有天赋，也很聪明，但是这个人毛病太多了，总想着出奇制胜。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战争爆发了，我敢把指挥员的位置交给他吗？他走钢丝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队伍的覆灭呀。但是你就不同了，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把队伍交给你，放心呐。季首长放心，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努力，相信未来属于你。是。营长，打猎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江山甲赢了。怎么着？咱什么时候办他？别着急，你得让人家先高兴会儿。我说老梁啊，你们这次打猎的事情动静很大呀，连上级机关都惊动了，你看看，这是好事儿啊！这是陆军机关和学院共同促成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磨刀石。我也是这么看的。这次上级机关和有关院校联手推出的这个模拟蓝军小分队，很有针对性啊，是对我们心智力量的使用和发展进行了一次探索与探索的碰撞。可是他们说1天之内要跟我们打猎的前3甲比赛，还是有点猖狂啊。没有金刚钻，人家还不揽这瓷器活呢。这金刚钻够坚硬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人家打上门了，狭路相逢就接招吧。明白，我马上去布置。陆军机关用的是自己的裁判，我只陪同，不讲话。既然是对抗，那就让龙远山这小子也跟着去看看，他别想躲清闲。躲清闲？他鼻子比谁都尖，早就主动请战了。哦。早就听说这块场地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再好的场地，那也得像咱们呀。能不能别这么骄傲啊？还用得着骄傲吗？说实话，队长，我都觉得咱们来这里啊，跟他们搞对抗，简直是对咱们自己的不认可。都是探索，是吧？咱们跟他们之间本来模式就不同，我们都是为了培养对未来战争的感知感。人家既然已经组队了，可能就摸出门道了。那咱们就把这门道给他堵得一窍不通。这话没毛病。你要是真给我打个6比2，我还不高兴呢。他
不到8比0，都证明不了咱们的模式比他们的优越。可惜这块场地喽。是呀，这么好的场地，要能痛痛快快来一场实兵对抗，那就太好了。实兵，打模拟我都下不去手。吴队长吧？对，我是吴大洲。我是保障队队长郭子健。以后特战队的生活保障由我来负责。郭队长，好意心领了啊，我们不用。哎，这吴队长客气了。这部队不光得打仗，还得吃饭睡觉啊。帐篷、伙食全都带了，而且我们把地都选好了，就在这儿安营扎寨。这样啊？这我们集训队的领导还等着给大家接风呢。千万别，你说这来打对抗的就是对手，是吧？今天见了面，上场了就下不去手了。吴队长痛快人，那预祝您，取得好成绩。我也会把您的话给我们领导带到。有劳郭队长了。行，那就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随叫随到。这是我的电话。好嘞，郭队长。坚决不跟我们见面，连吃饭睡觉都要自己解决。这说明什么呀？来者不善呐！啊，明天就要开战了，今天晚上不用加班训练，但是要好好琢磨一下战法，想一想明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徐师长，真的打车轮战？是啊，人家是有备而来呀，就是要一个打仨。太嚣张了。战术安排也好，真的有本事也罢，明天一战就清楚了。焦仁强，到，养精蓄锐，明天的压轴戏就看你们的了。是，保证完成任务。哎，我真不是吹，要是咱们参战，肯定把那吴大洲打得屁滚尿流。这个吴大洲我听说过，是个狠角色，没那么容易对付。杨武林哪边的？当叛徒当上瘾了啊？我不是叛徒。哎，行，你俩再抽一个屁用！我看这事怎么着也轮不到咱们。队长，倒是说句话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让他们先练练手，有什么不好？这么说，你决定挑战冠军队了？挑战，自然要找最强的对手，才能够证明我们的实力。这个吴大洲来的刚好。队长，你的意思是江胜强会输？我可没说啊，这得比过才知道。哎，这事儿啊，你们仨知道就行了，别在外面瞎嚷嚷。明白，咱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注意捕捉目标。报告，目标锁定。给我带来2枚导弹。红外制导导弹2枚，发射。首长，饭等。知道了。轮长，麻烦了啊。集训队的保证队长说，盒饭已经拉到现场了。还别说啊，这保障队长还真有眼力劲儿，这饭送的真是时候。这场对抗虽然推到了中午1点，但很快就要结束了。对抗结束，蓝军胜，比分7比1。这上午这2场模拟对抗，你可憋屈。这要换咱们，脑瓜子给他削放屁的。闭嘴！怎么样了？差不多有底了。抓紧吃啊，下午还有硬仗打。吴队长，哎，吴队长，知道你们中午没开火，给你们准备了几个好菜，来赶紧做。太客气，辛苦了。不辛苦，兄弟们快坐。哎呀，看看人家多细心呀！啊，
我们这辣子鸡不错，您尝尝。你们这菜啊，一看质量就不错。您要吃得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这辣子鸡特好。哎，正好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那个冠军队什么水平啊？你看我们这一上午就干掉了2个团队，如果都这水平的话，晚上不在这吃了。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法回答您。您要问我说白菜多少钱1斤，我兴许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冠军队也挺强的。那我觉得你们没问题。会说话啊，郭队长。你忙你的。好。哎，我们也赶紧吃饭啊！一会儿还得布置会场啊。咱们真得感谢人家，人家集训队的兄弟还在跑前跑后的，辛苦你们。记住了，想办法从前2个队的经验教训里找到对方的战术特点。张胜强，以变应变。是，进。出发。想不到，咱们的2支强队跟他们比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说明还是不够强啊！要不是打这一仗，都不知道跟人家差距这么大。有点意思啊，兄弟们，上来就折了我们一阵，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剩下的对抗一场也不准丢。是。虽然他们赢了第1局，但是用力太猛，实力暴露得过早，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跑风漏气的仗是打不赢的。今天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完败，给我盯住他们无人机。电抗组避免与蓝军信息纠缠。电抗组明白。空突火力准备。空突火力准备。报告队长，我无人机编队遭对方激光设备和干扰设备双重拦截，损失惨重，已无法出战。这仗打得太窝囊了，浑身力气使不出来。命令：一旦发现目标，远程火力激活攻击。准。您怎么出来了？啊，有陆军训练局的同志在，我又何必画蛇添足呢？老师，我觉得我们这次和特战队的打擂不公平。何出此言啊？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人员配备什么都没有，更别说以后的编制了。来到这里的基层一线同志，他们打擂是奔着明天去的，但是明天还没有来呢。特战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基本成熟了的团队。训练磨合期早就过了，从战术、战法以及装备的使用上面，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条件下来找我们挑战，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可人家人都来了，总不能拒之门外吧？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实如此，而并非我们不如他们。老师，您不用上火。你看出来我上火了？那要不我换个词儿，您失望了？你这丫头啊！我原本想着这次对抗，怎么着也能撑个3天，没想到1天不到，我们的选手全都报废了。老师，您不用上火，还没到我们认输的时候。
但愿吧。但愿江胜强他们能扳回一局。你觉得还能吗？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要是真威风，谁还灭得了啊？连长，连长，连长，干啥玩意儿？呜喳喳的，啥事儿？都结束了，江营长败了。哎，是不是该到咱上场了？咱营长说了，让一营马上进入作战状态，随时等候任务。太好了，团员，通知全连，马上集合。真给我憋的！各位首长，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呢，怎么说呢？很失望，特别失望。本来想过来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对抗，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以大欺小。一直听说第8集团军在搞新制集训，我们也一直想来学习体验一下。但是经过今天的对抗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来得太早了。你们的新制集训确实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再多发展发展。首长，我们就是指出看到的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哼，你们是胜利者，有评判的资格。徐处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事实，它就是事实。你们组织打擂，这是好事，但如果让你们这前3名来组建新制作战单元，你能放心让他们上战场吗？报告，各位首长，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寇。败军之将，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想提醒吴队长，我并不能代表新制作战力量的真正实力。之所以你能赢，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江胜强，有一说一，输了就输了，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索建安同志，别打岔，让他说。是。说就说，有本事挑战一下集训队。如果还是现在这个结果，我江胜强心服口服。集训队，你们不就是这次集训的代表队吗？还有哪个集训队啊？保障队长郭子健，只有他能把集训队组织起来。这个，江营长，我知道你们打对抗输了心里不舒服，但是你不能拿一个保障队长跟我打对抗吧？你这寒碜谁呢？当然啊，这小郭非常好，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我们是来打对抗的，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吴队长，我不想在这里跟你逞口舌之快，有本事摆平他，你才有资格在这里论胜负，否则你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基层部队过过瘾，根本没有挑战到第8集团军新制作战力量的骨干。各位首长，这个战书我接了。我们特战队这次来就是为了达到练兵的目的，但是很显然，今天的对抗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如果集训队有这样的人才的话，我希望各位领导也不要藏着，赶紧拎出来，我们想看一看。是啊，老邓啊，那就由你们陆军机关决定吧。首长，你把球又踢给了我。邓副局长，只有球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炫出精彩的脚法呀。老龙，你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没。行，老龙说的很有道理。说句心里话，我们这次专门过来，如果没见点真章就回去，也不好向首长们交代。
郭子健同志，到。说实话，你能迅速组队应战吗？这个犹豫什么？不敢吗？对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得需要点时间呢。你需要多长时间？1天够不够？那倒不用，今晚9点以后就行。吴大洲，到。你还有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既然大家都推选出郭队长，那希望郭队长拿出真正的实力，好好跟我们打一场，不要让我们再在这儿浪费那些时间了。郭子健同志，到。你还有什么要求？我没什么要求，就是今晚不能给各位送餐了。好，请坐。按照演习预设的第2方案，晚上10点，实兵对抗开始。教导队本来就是教学训练单位，所以一定要做好这次实兵对抗的导条保障。另外，由于2支团队的特点相似，所以干脆来个直接的，那就是以凤鸣山南侧的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基准点，2个团队同时出发，同时开进。谁能够成功拿下这个要点，并守住要点超过2个小时，或者成功斩首对方指挥员，谁就是胜利者。梁部军长，很好啊，我提一点啊，既然双方都选择了实兵对抗，那么我建议，在双方争夺点的这个名称上换一换，这个争夺点的名称就叫冠军城。这事儿太滑稽了，这个江胜强输到脸上都挂不住了，就把郭子健推出来当子弹。这郭子健是够委屈的，被叫起来就是感觉，哎，看我，看我，我是谁？我在哪儿啊？哎，可是他们既然会让郭子健出来挑战，那这个人是不是真有什么不一般啊？我说你不是当时在现场啊？他们所有的领导都不想接这茬，可就是被这个江胜强架上去下不来了，所以才硬着头皮把郭子健给推出来。这个小郭啊，我对他印象还真不错，工作上尽心尽力的，给咱们保障做得也好。但是当对手嘛，也不当太含糊，尽量别让人家太难堪啊。那是，好歹吃了人的辣子鸡呢，面子咱一定要给到，对不对？对，给他个面子。队长，如果需要近身格斗怎么办？该打的再打，别伤人。明白。这次啊，邓副局长选择城市作战模拟训练场为争夺点，这很有讲究啊。背后就是凤鸣山。我把计划发给你们，都做好准备。是。对我们双方来说，想要快速到达冠军城，显然是翻山的距离更近，耗时更短。那就先把凤鸣山的山头占了再说。可如果我们占领山头，目标太过明显，很容易遭到对方火力的集中打击。队长，我还有一个担心，对方是特战队，在城市巷战上比我们更有优势。即便是我们先占领了冠军城，真正防守起来也难。杨宝林，好歹你也是特战队员出身，还怕这个？我不是怕，是实话实说。你有什么想法？如果我们拳头不够硬，那就多用脑子。既然我们打的是心智力量作战，那就要打出一些心智力量的气质来。不是，都这个时候了，你俩就别打哑语了，有什么招赶紧说呀，急死我了都。我们这样，处长，今天这激将法，您和龙远山演的那是到位。哎，您真不去郭子健那给他传授一点作战技巧啊？有什么传授的啊？说不定会影响他的发挥，影响他的奇思妙想。您这心可真大呀！我的心一点都不大，我特别希望郭子健能赢。如果他赢了，对于我们后续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啊。那这么说，
如果今天江胜强不挑这个头，您也会主动的挑起这个战局。如果江胜强不跳头的话，你觉得郭子健能坐得住吗？即便郭子健能坐得住，你许灵军能忍得住你这张嘴吗？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但是您就这么肯定，郭子健会主动挑战吴大洲？当然了，你以为郭子健认输了啊？通过一系列的事情，郭子健得到了磨砺，他真的变了。相对于输赢，其实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了郭子健的变化。如果说他现在是一名剑客，那至少知道他该怎么出剑了。我觉得您这话会不会说得太早了？如果他今天晚上真的输，如果真输了，那就说明欠火候，火候不够，还需要磨砺。怎么了？哎，我说你许灵军，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啊，你看这问了一路了，你都。行了，去导演部。啰里吧嗦的。队长，他们的队伍已经出发，正在向凤鸣。报告，有可疑信号接入。这是试探性信号，保持正常频率，不要让对方有所察觉。是。来得够快的。对方抓频段确实有一套。由于功率大，它基本就是红方指挥所的镜像基地，所以欺骗性很强。假的。老贼，切进去没有？已经切入，但红方有高手，木马进不去。接着切。是。叫山猫马上撤回来。是。山猫，马上撤回，马上撤回。收到。撤离。把他们身上的好东西搜索一下，全部带走。是。我们猜到会有埋伏，但没想到埋伏点回离诱导点这么近。刚接到命令，准备返回了是吧？要的就是路回头。反正你们的命令已经回复，干脆好好待着吧。仗打完了，会有人来接你们。这打法够狠啊，连俘虏都不要。知道我们班长外号是什么吗？什么？人狠话不多，看我平头哥。嘿嘿，就你话多。洪班长说的嘛。少废话。出发。是。杨茂林报告，六枚鸭蛋已经打包处理。让杨茂林按计划行动。是。队长，红方一支分队正在向凤鸣山顶集结，马上就要登顶，打不打？放他们过去。是。李虎，你们侦察班是负责盯住山坡北侧通道安全，路上发现离村人员，直接干掉。是。一旦发现蓝军大部队，立刻发送信号。记住，为了防止蓝军绕行，北侧通道务必始终保持在我们手里。是，明白。走。山顶各个方向注意警戒。还是你们地形熟啊！凤鸣山已经拿在手里了，有了这个制高点，蓝军想要越过凤鸣山到达冠军城，可就难了。翻山有人拦路，山路绕行吧，
又怕敌军从高处打击，的确难呐。不见得。按理说，蓝军离凤鸣山更近，迟迟没有露面，恐怕是另有算计。首长说的是啊，更何况这打的也不是传统的攻防战。走，蓝军来了。看这架势，吴大洲是胸有成竹啊！身手不错，可惜了。团长，打得够激烈的呀！我看他们没打算从北边通道绕行，而是直接攻山头。要不，咱从侧面再来个助攻？少废话！连长下的死命令，撤离山顶。是。现代战争啊，站住山头不见得就能守住山头。这种新式弹药，可是一点道理也不讲。好，打得好！这下他们山顶的队伍就彻底完蛋了。占领山顶。刚刚蓝军故意让出了山头高点，目的就是要用这种新式弹药清除山顶的红军，然后再从容登顶。看来，传统作战与新的特种作战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本来就是小分队作战，这下损失大了。别急，这才刚刚开始。李松蔚，鱼上钩了，返回山顶。邪性啊！这波人没死，够狡猾的啊！他们刚才应该是秘密转移了，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引诱蓝军暴露火力点，然后实施打击的。张局长，怎么样？仗打到这个份上，渐入佳境吧？看来他们早就得到消息，所以来了个将计就计。老崔啊，老崔，红军指挥所在哪儿了？信号显示的只能是可疑点，必须实兵现地侦查才能最后确定。山猫呢？山猫人呢？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报销了。队长，我申请带队，拿下红方指挥所。他一个保障队队长，能有这两下子？吴队，怎么了？我建议指挥所必须动起来，要不然很可能马上会被锁定。不跟他们兜圈子了，转移指挥所，副队带人把冠军城给我打下来。是。报告，已成功将蓝军指挥部逼出地下掩体。漂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逼出来？直接用钻地导弹打，不是更划算吗？有2个原因：第一，一线人员不在现场，所以没有办法确认；第二个原因，你问郭队长。你们无人机练这么久，总得派上用场吧？明白。我马上下达侦察跟踪指令。
天亮了，这仗越来越透明。虽然确定了蓝军指挥所的新位置，但就这么几个人，能有什么用啊？别忘了，这可是新制作战力量的比拼，每一个单兵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作战系统作为支撑。首长说的是我入戏太深了，还没有从传统战法中跳出来。军占领，估计20分钟后，红军指挥所入驻。副队长请求重火力打击冠军城，全部摧毁之后，我方再重新占领。敢于自我牺牲啊！满足他，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战场上哪有规矩？打！